你去找一个跟你一样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死人，把他的兽骨拿给我。民国37年，不就是1948年？这部经典港片上映于1984年，它是徐少强鬼片3部曲的终章，其中任老爷的请鬼术更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故事开始，鬼王德为了帮助结拜大哥老陈驱除霉运，来到乱葬岗摆坛施法。打搅了诸位，请回原位。老陈见到鬼王德的手段后也赞叹不已。转眼间30年过去，老陈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。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儿子阿强居然成了一个烂赌鬼，自己辛辛苦苦30年积攒的万贯家财也被他败光。阿强很是不服气，又借了高利贷打算回本，结果还是输得血本无归。高利贷更是在半路拦着他，要他3天之内还债，不然就拿他女朋友抵债。阿强一气之下就报警举报了赌场。可是赌场里也早就有了防备，准备好了顶罪的老头。喂，等一下，要抓就抓头。谁是头啊？他是头。啊，九叔，你来跟他说吧。走，快！阿强知道香港再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，于是就坐飞机去了南洋，寻找自己父亲的结拜弟兄鬼王德。很快，阿强就通过父亲生前留下的地址找到了鬼王德。鬼王德见到大侄子以后也非常开心。阿强知道对方是个高人，于是就把实话说了出来。都是我不好，我烂赌，把父亲的家产都输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想给我爸买一个好的棺材都没有钱。鬼王德发现阿强并没有说谎，于是就想帮他一把。他安排阿强找一副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尸骨回来。阿强为了改变命运，趁着月色开始寻找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找到了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尸骨。拿到尸骨以后，鬼王德就将尸骨碾磨成粉，然后用秘术为阿强做了一副麻将。做好以后，鬼王德就把转运的方法告诉了阿强。多谢德叔。首先，将麻将搭成一座麻将桥，然后将12时辰按顺序排列，把它们都供起来。每天一定要烧香1次，用我教你的指法，诚心求拜，一定要做一个有心的人。供奉完了麻将鬼，阿强就带着全部家当想要翻本。还没开始，老马就开始嘲笑阿强是个送菜童子。果然，牌局开始以后，麻将鬼就起了作用。阿强的一手烂牌秒变清一色。哈哈哈，清一色门前清自摸，算一下多少钱吧。有没有搞错呀？这么快就胡了？啊，是啊，清一色门清。给你啊，给你。而老马要胡牌的时候，又被鬼遮眼。喂，干什么呢？到你了。这谁打的9万？哎呀，打了好一会儿了。我胡9万嘛。就这样一晚上下来，阿强就把输掉的1000万家铲赢了回来。有钱以后，阿强就来找女友温存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在洗澡的时候就睡着了，似乎麻将鬼替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。到了晚上，阿强又准备去大赚一笔，可是刚来到停车场就被高利贷拦住。身上有钱的阿强丝毫不慌，立刻掏出支票还清了赌债。可是黑老大早就查出是阿强打的举报电话，并不想放过他。就在阿强快要被勒断气的时候，麻将鬼再次显灵。黑老大见形势不对，立刻掏出手枪。可就在他要干掉阿强的时候，子弹却被反弹到了小弟身上。这下黑老大也开始害怕，但是他还是试探着打出一枪，结果中弹的却是他自己。现在没有了后顾之忧，阿强也做起了生意。一天，他开着新买的奔驰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广告公司正在拍广告，青春靓丽的女模特引起了阿强的注意。他为了接近女模特，立刻使出了超能力。拿去用吧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
追了一圈女模特后，阿强表示要为自己的公司拍一组广告。很快，摄影师就带着几个模特来到了阿强的车行。原来阿强相中的女模特叫莎拉。拍完广告以后，阿强就把莎拉和他的同事请回了家。就在摄影师去厕所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了供奉麻将鬼的房间。出于好奇心，摄影师就拍了一张照。回家以后，摄影师就把相片洗了出来，结果他在相片上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另一边，阿强给莎拉打去电话，想要跟她约会。可是莎拉却随便找了个理由推脱。就在此时，一帮歹徒闯进了莎拉的家里，他们控制着莎拉以后就开始翻找财物，可是只找到一些零钱，还不够他们的辛苦费。于是几个歹徒就打起了莎拉的主意。就在此时，阿强从窗户爬了进来，他趁着歹徒们不注意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把歹徒全部赶了出去。可是到了外面以后，3个歹徒却卸下护具开始分钱。原来这都是阿强想要抱得美人归所用的苦肉计。另一边，摄影师带着那张相片来到了寺庙。大师看过相片后直摇头，他告诉摄影师，他印堂发黑，今天肯定要倒霉，让摄影师能过了今天再来找他。摄影师也只好答应。其实大师早就看出相片里的是麻将鬼，支走摄影师就是为了可以专心和麻将鬼斗法。可是麻将鬼是由道行高强的鬼王的炼制，哪里有那么好对付？很快大师就败下阵来。次日一早，摄影师如约而至，可是大师已经是奄奄一息。大师用最后一口气递给摄影师一张护身符，告诉他千万不要让护身符离开身体，不然他就没救了，而且谁接近养麻将鬼的人都会倒霉。另一边，正在和阿强谈恋爱的莎拉遇到了怪事，她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按在地上不能动弹。就在她要放弃抵抗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那股神秘力量也消失不见。原来是摄影师找上了门。莎拉立刻打开房门，然后把自己遇到的怪事告诉了摄影师。摄影师一听，就把自己在阿强家发现麻将鬼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并且还留下了大师给他的保命符。当天晚上，莎拉就带着相片质问阿强。阿强见自己瞒不下去，就要说出实话，结果下一秒外面突然出现一股浓雾，随后车门突然自己打开，阿强被一股神秘力量拖走。莎拉想要出去营救，却被困在车里。她尝试着想要打开车门，却被安全带绑在了座位上。就在此时，摄影师给她的护身符起了作用，挣脱束缚的莎拉立刻喊醒了被挂在树上的阿强。当莎拉在看向护身符的时候，护身符已经被烧毁。另一边，多管闲事的摄影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通风管道里冒出无数胶片，缠住了他的脖子。等莎拉和阿强赶到时，他已经领了盒饭。阿强也感觉事情不对劲，于是回家请麻将鬼帮忙。鬼大哥，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请鬼大哥帮我的忙。我从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可是这次，麻将鬼却告诉他：你忘记了，我和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你喜欢的女孩子我也喜欢，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。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是你在捣鬼。你用不着这样，我可以带沙朗给你。阿强知道现在不能得罪麻将鬼，只好假意答应他的要求。就在此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喂，好，我知道。原来是鬼王德早就算到麻将鬼出了问题，把对付他的方法暗中交给了阿强。随后阿强就找到莎拉，让他做诱饵来对付麻将鬼，可是莎拉说什么也不同意。阿强只好使出绝招。沙朗，请你理解我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，信不信由你。最近发生一连串的怪事儿，都是我请回来那个鬼他在搞鬼，我现在想摆脱他，难道你还不理解我吗？啊！就这样，莎拉同意了做诱饵的事情。回家以后，莎拉就来到了供奉麻将鬼的房间。麻将鬼迫不及待地现身，就要欺负莎拉。在外面等待的阿强瞅准时机，穿上符衣就冲了进来。他把符衣套在麻将鬼的脑袋上以后，又用鬼王德的符咒将门封了起来。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一张符咒被他带了下来。阿强想要带着莎拉去和鬼王德会合，可在半路上，麻将鬼突然出现在车内，阿强被吓得撒腿就跑。可他刚跑出不远，才发现莎拉居然没有下车，于是阿强又折返回去救出了莎拉。就在阿强拉着莎拉狂奔的时候，莎拉突然变成了麻将鬼的样子。阿强发现不对劲后松手就要逃，可是莎拉只是凭空一抓，阿强就被神秘力量抓了回来。危急时刻，鬼王德赶到阻止了他。阿强见状急忙和鬼王德会合，鬼王德让阿强千万不要离开脚下的红圈，随后就开始与麻将鬼斗法。他先是用符咒把麻将鬼从莎拉的体内赶了出来，随后来到法坛前念诵咒语布置阵法。
阵法布置完成以后，麻将鬼果然出现，鬼王德立刻启动阵法将他镇压。心有不甘的麻将鬼还想反击，结果被鬼王德轻松化解。就这样，麻将鬼被消灭。从此，阿强和丽莎幸福的在一起了。到这里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佩，我们下期见。